李臧成为三国名将马谡不到3分钟，就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做出屯兵孤山的决定，即将上演人生的最后一幕，送走自己。面对这样的天崩开局，你再也绷不住了。此时副将王平正在你耳边苦苦哀求：“将军，不可驻扎在山上啊！若是张合断我军水源，我军只能困守孤山，坐以待毙啊！”今天已经不是王平第一次劝你不要驻扎于山上了。从他知道你不想当道下寨，一定要在山上扎营学韩信后，他就苦劝了你好多次。王平觉得自己命真苦，怎么这个马谡就是不听他的呢？王平心中已经决定了，如果今天你再不听他的，就算冒着被丞相责罚的风险，他也要带着自己的无当飞军去守河谷。这样你战败后，他至少还能保存一下大汉的兵力，延缓一下败势。王平又劝了几句，见你并未回答，心中非常失望，拱手准备告退。没想到这时候你一把拉住了王平的手，同时声音放大：“此君莫非我不知兵？昔日淮阴侯在井陉背水一战，为高祖皇帝打通了征伐天下的道路。难道今日肃就不能重现淮阴侯风采，为丞相、为皇帝陛下、为大汉站住这陇右要塞，阻挡魏国援军？”王平懵了，他以为你拉住他的手是想通了，不再孤军困守山上，没想到还在这大声嚷嚷，坚持学韩信背水一战。不是我的马参军啊，那兵仙什么档次？你几斤几两？第一次带兵敢跟兵仙碰瓷啊？我看你是赵括还差不多。王平腹诽着你，却不会明着说出来，就连他劝告你的时候，用词都十分客气，毕竟你是丞相的嫡系，不是他这个从人降将可以开口讥讽的。王平更加失望难过，想把自己的手抽回来，准备告辞，点兵离开山上去守河谷，却见你对他挤眉弄眼的。王平一脸茫然，你这是？你见王平一时愣住的样子，轻咳一声，然后拉着王平的手走到木桌旁，你一把将木桌上的笔砚扫到了地上，同时嘴里大声骂着：“王平，休要仗着军中资历指点我！你一个大字不识的莽夫，懂什么魏将之道？”三国时期直呼姓名等于骂人，而且王平一直为自己不会写字有些自卑。这时候你大声嘲笑他是个不识字的文盲，让王平的脸色一下气得涨红。这马谡欺人太甚，可这个人是丞相嫡系。王平咬了咬牙，将手抽出，气声道：“末将告辞。”你原身就是个文职，被王平这个武将一扯，差点没站稳。你见王平气冲冲的就要走，心中哎呀一声，抓起了桌子上街亭的地形图，快步走到了王平面前，挡住了王平的去路。王平很生气，这马谡当面骂他就算了，现在是不想让他走。泥人也有3分脾气，要论拳脚，王平可不怕你。看王平那掩藏不住要刀人的眼神，你就知道王平还没领悟到你的意思。于是你将街亭的地形图展开在王平面前，指了指街亭河谷的位置，极小声说道：“你领大军去此处扎营。”王平听到你这句话，一时把被你辱骂的事忘到脑后，情绪有些激动。将军，你这是？你却一脚踢翻了营帐内的一个木质摆设，咚的一声打断了王平的话。王平一顿，却看见你再次对他挤眉弄眼，然后嘴上却生气道：“休要劝我，莫不是王将军怕我立了大功？”王平一下明白了你的意思，这是要演戏啊。于是王平也踢了一脚营帐内另外一个木质摆设，嘴里大声喊道：“马谡，别以为你得丞相看中就能为所欲为，将军中将士性命视为儿戏。”说完后，王平也压低了声音：“请问马将军是什么打算？”你又踢了一个木质摆设，然后将王平拉回到案桌上，将街亭地图展开，指着险要处小声道：“王将军行事谨慎，我想让王将军于此险要处扎营下寨，务必挡住张合，不让他过街亭。”王平本就想这样做，现在听了你的话，脸上浮现出激动的神色。“将军放心，我一定在这里挡住张合，不让魏国一兵一卒通过街亭。”王平也是沙场老将，自然明白只要能站住街亭，张合无法援助在上归的郭回，那丞相就能站住陇右4郡，兴复汉室大有所望。不过王平冷静了一下，他去当道扎寨了。那你干什么呢？你见王平已经明白你的意思，心中舒了一口气。历史上你守街亭失败后，就是稳妥的王平靠着擂鼓助威，延缓了汉军的败势，带着汉军安全撤离。现在把守街亭的任务交给王平，就算你浪死了，丞相的雍凉1、2周计划就不会受到重创。如此，凭丞相的能力，一定可以收复长安。你看着王平说道：“王将军，我记得丞相让你带了3000无当飞军参战。”无当飞军，这可算是蜀汉有名的特种部队，是丞相诸葛亮当年平定南中后，整编了南中蛮人训练而成，擅长山地作战。王平知道丞相让他带着无当飞军来这个街亭，就是为了更好的挡住张合。现在怎么听你的意思，是想要无当飞军？马将军不想背水一战，难不成想带着无当飞军去浪？王平眉头一皱，脑海中思索着，等会儿你明确提出要无当飞军后，自己该怎么委婉礼貌拒绝。就冲你这在街亭上山扎营的举动，王平可不敢把无当飞军交给你。王平是个粗汉子，不擅长掩饰表情，这会儿你已经从他的脸上读出了王平不想给你无当飞军的心思。你轻咳一声，听闻无当飞军在山林之地奔走胜于其他军卒，不知道王将军能给我100无当飞军，协助我勘测这街亭周围山形。听到你说只要100人，而且只是协助你勘测地形，王平心想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他之前与这马谡也无交情，如果这个要求都不同意，等会儿你用职位压他，或者日后给他穿小鞋，那就难受了。王平拱手道：“马将军思虑妥当，凭这就从无当飞军中调取100精锐，供马将军使用。”见王平答应了，你心中一喜，随后低声道：“多谢王将军，我去勘测地形的这段时间，军中的事务就交由你处理了。”王平点头称是，再次向你表明了自己一定会守好街亭的决心。随后你又吩咐了王平几件事，
时，王平越听眼睛越亮，最后压抑着激动的声音：“马将军放心，末将一定将这些事办好。”见王平如此，你就放心了。自从你带领军队上山驻扎后，有一些低级将领心中是有些丧气的。这马参军天天嚷嚷着要背水一战，真当自己是兵仙了。他分明是第一次上战场。有些人见着王平将军劝了好几次，结果越劝你越坚持山上驻扎，他们能怎么办？魏低说不上话。有些人心头甚至在想着，要是真被张合打败了，该怎么安全撤退去投奔丞相？现在他们看王平又进帐去劝你不要在山上驻扎，心中不由得希望王将军能够说服你。可是这营帐中似乎传来的是争吵声。王平胆敢如此无礼，别以为丞相看中你，让你领吾当飞军，我可是丞相的嫡系弟子。马谡，别拿丞相压我，你个纸上谈兵的蠢货！砰！是什么东西被摔碎的声音？随后大家看到副将王平怒气冲冲从营帐中走出，似乎还在边走边骂。紧接着，王平提了自己的无当飞军，直接下山去险要处扎营去了。对这些事，你似乎不闻不问，毫不在意，还命令士兵好好驻扎在山上。张合未到之前禁止打扰你。几位低级将领一看，这分明就是大战未开始，主将和副将意见不合吵架了，他们能怎么办？你是主将，不听军令可是要被杀头的。其中有些跟随赵烈帝已久的老兵，心中更是觉得丞相怎么能派一个毫无作战经验的人来守街亭？你寸功未立，却直接上来指挥大战。有些人心里是不服气的。因此历史上你想着背水一战，想象很美好，现实是残酷的。张合把水源一断，你一个毫无军中威信的人，根本没法指挥慌乱的士兵，街亭失败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待在街亭山上的汉军人心惶惶，离街亭200里外，张合带领的魏军却是军心振奋。张合满意的听着斥候探来的情报，马谡那小儿在街亭山上扎营。是的，将军，而且听闻马谡的副将王平不服他，二人目前已经分兵，王平带人前往山下扎营。张合看着街亭地形图，看斥候只给他看王平的扎营处，他笑了声：“诸葛亮出祁山战陇右，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可这诸葛亮却安排了一个草包防守街亭。诸位看来，此行我们又将立功啊！”张合营帐下的王副将附和道：“将军说的极是。”末将听闻那马谡以前只是诸葛亮身边的一个参军，似乎从未打过仗。哈哈哈！李副将听了王副将的话，大笑着：“如此，这马谡小儿岂不是成了赵括？”李副将对着张合拱手：“张将军，末将愿为先锋，拿下马谡小儿的人头。”听到李副将请命，王副将也立马请命为先锋。张合摆了摆手：“二位将军心思我已知晓，不过这马谡驻扎于山上，自寻死路罢了。诸位看。”张合指了指地图上街亭山周围，我们只要将此处的水源断了，围个3、5日，马谡小儿不攻自破啊！众将一听，立马道：“将军妙计，将军高明。”虽然马谡现在已经不足为虑，但是张合看了王平下山扎营的位置，就知道王平是个懂兵的。要是让王平在要塞处安排妥当，对魏军也不利。张合立马说道：“传令，全军轻装简行，昼夜急行，务必3日内赶到街亭。”众副将拱手领命。张合信心十足，带着魏军一路急行军，一定要拿下街亭，然后援助上归。而你呢？趁着夜色，你带着从王平那要来的100无当飞军，离开了山上驻扎的大营，一路向东而去。你知道守住街亭有王平就够了，然而只是守住街亭就能真正匡扶汉室吗？这不够，你要去玩一票大的。没线。赵云奉了诸葛亮的命令，在此故作疑兵，困住魏国大将曹真。赵云故意大张旗鼓，虚设营寨，营造大军压境之势，要直取长安的假象，逼得曹真不得不困守内线，不敢分兵去支援困在上邽的郭淮，出去和赵云作战。曹真身后就是长安，而且现在皇帝曹睿为了督战鼓舞军心，已经坐镇长安。他曹真要是把这个当年在长坂坡万军从中全身而退的赵云给放了过去，真的逼近长安，那就相当于把整个雍凉2州拱手让给蜀汉。这都不算最要紧的，要是让那个自诩是大汉正统的蜀地小国拿下旧都长安，触发克定3秦的名声，那对他们魏国的天命正统是一个极大的舆论冲击。曹真看着城外赵云军中那一面又一面的旗帜，心想这些蜀地之人真是执着，刘协都把皇位禅位给他们曹家了，那刘备不认命，举着匡扶汉室的旗子就在蜀地自立为帝。夷陵之战让蜀国损失了大批人才，蜀国当时没有国力来攻打他们魏国了。没想到这个诸葛村夫现在突然兵出祁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州打9州。他曹真看着诸葛亮也是痴人说梦。曹将军非要从后面走了过来，我命人去城外探查，发现那赵云应该是故作疑兵，恐怕他所带部队只是诸葛亮抛出来的诱饵。诸葛亮此时正在攻打上邽，蜀国人少，应当分不出如此多的兵力围攻眉县。末将请求带领一队人马去攻打赵云。曹真看了费耀一眼，年轻人有想法很好，但是你去攻打赵云，真的假的？看出了曹真眼里的怀疑，费耀不由得提高了声音：“将军，末将知道那赵子龙素有威名，但是他如今已经年过70，一个老人罢了，末将并不怕他。”费耀接着道：“我只需要将军给我8000骑兵，而将军仍然可以带领3万多人马镇守眉县。蜀国国力薄弱，必定不敢大举围攻有3万兵马坐镇的眉县。”曹真听了费耀的话，略微思考，镇守眉县这几天，他也确实觉得城外的赵云有一些奇怪，看着大张旗鼓、人数众多的样子，但是赵云并未带领蜀军发动过大规模攻城，只能看见他们在不停地准备攻城器械。若不是曹睿此刻坐镇长安，要不是蜀军的将领不是那长坂坡7进7出的赵云，此刻的曹真也已带领部队出城作战去了。费耀要走8000骑兵，自己也的确还剩3万多兵马可以守城，似乎这个提议还不错。费耀见曹真面部表情有所松动，立马更加劝道：“将军机不可失，如果城外的赵云真的只是疑兵，让曹将军困守在这眉县，从而阻拦将军不去支援郭将军，到时候诸葛亮拿下上邽，等于我们将整个雍凉送给蜀国啊！若是蜀国得到雍凉2州，对我魏国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费耀所说正对曹真的心思，他不能让赵云去长安威胁到曹睿，也不能让蜀国白得雍凉2州。好，费将军，我命你提8000兵马出城，去探探那赵云的虚实。得了
曹真的允许后，费耀十分兴奋，立马点骑兵马出城寻找赵云。建功立业就在今朝，70岁的常山赵子龙有什么可怕？看我活捉了他，扬名天下！赵云这边奉命在眉县拖住曹真，自是不会想着凭借他赵子龙的名声就能吓得曹真彻底不敢出战，所以赵子龙也做了防守准备。费耀带领人马攻过来的时候，赵云、邓芝率军抵挡，与费耀展开厮杀。但是奈何曹真也有想要真的击退赵云的心思，所以那8000骑兵里面还分了500虎豹骑。至于汉军这边，大多数以步兵为主，加上精锐部队都在诸葛亮那边攻打上邽，且冀汉本就人少，诸葛亮能给赵云的疑兵数不足3000，且都为步兵，还是一些战场老卒为主。3000老卒步兵对抗包含500虎豹骑的8000曹魏骑兵，胜算很小，全靠着赵云的能力和威望。邓芝指挥有方，一时间竟然还能和费耀战个平分秋色。但是，一开始交战，费耀带着人马冲进赵云营地后，发现了赵云故作疑兵的那些伎俩，多余的旗帜、空营帐、未有生火的锅灶。于是费耀很快就摸清了赵云带领的军队虚实，他立马对着身边的亲兵说道：“你速速回去禀报曹将军，就说赵云带领的是疑兵，人数甚少，请曹将军率军出战，击退赵云。”亲兵得了命令，立马骑着马回城去报信。费耀看了看远处又一枪扎死一个骑兵的赵云，心中不由得收起了对年迈赵云的轻视。难怪当年长坂坡一战，武皇帝见之异常喜爱，下令活捉。如今的赵云已经70有余，这马上作战却仍然勇猛无比，又是一枪扎死了一个曹魏骑兵。却说赵云又一枪刺死一个魏兵后，抬头看见了魏军正中的费耀，心想想必此人就是魏军将领，只要杀了他，魏军必然大乱。想罢，赵云拍马对着费耀直冲而去，他要取了费耀的性命。见到赵云对着自己冲了过来，费耀抽出自己的武器跟赵云对打起来，但是他的武艺怎么比得上赵云？不过是30回合，赵云就将费耀打落马下。接着赵云对着费耀就是一枪刺去，近在眼前的枪尖吓得费耀六神无主，一时间竟然是睁大双眼，无法动弹。将军，费耀的一个亲兵扑了过来，替费耀受了赵云的这一枪，正中心窝。趁着赵云拔枪之时，费耀的另外几个亲兵连忙拖着他就往后走。赵云拍马就要追，费耀的副将却是又指挥了其他人将赵云围住，不让赵云去追费耀。赵云无奈，只得与这些人打斗起来。费耀死里逃生后，心中惧怕不已，他还是看清了赵云，以后领军作战定要更加谨慎。同时，因为费耀落马差点被刺死，魏军出现了一些骚乱。邓芝抓紧这个机会，指挥着几个稍微强壮的士兵去抢夺费耀的旌旗。费耀看着一枪一个魏军的赵云，还要就要抢到帅旗的蜀军，连忙下令务必守好旌旗。同时，费耀心中在想，这从派出亲兵让曹将军支援，将近半个时辰，怎么曹将军的援军还没到？本来费耀看出蜀军人数甚少，他带着8000人马拿下赵云，然后等曹将军到的时候，再把这份功劳送给曹将军，好给自己谋一个光明的未来。可现在的情况，他低估了赵云，低估了蜀军，曹将军再不来，他就要没命了。终于在赵云又一次冲破其他人包围，提着枪对着他冲过来时，曹真带着人马赶到了。曹真考虑到是跟赵云对战，还多带了5000兵马，眉县城里留了15000左右的兵马守城，于是算上费耀还剩下的4000左右人马，足足有近2万人马向着赵云袭来。邓芝见到费耀援军到了，也不恋战，立马让他的亲兵先护着赵云往后撤退。邓芝赵将军，魏军援军已到，我们撤退吧。这回赵云的疑兵只剩2000左右，邓芝认为用2000人去对战，看起来有2万左右的魏军是送死。大汉目前只有1州之地，人口甚少，能节约一点兵力便是一点兵力。赵云毕竟年纪上来了，一番作战下来有些疲惫，喘着粗气，却对邓芝摇了摇头，不行，未得到丞相军令，不可撤退。丞相此时正在攻打上邽，要是你我从这眉县退去，让那曹真走渭水道支援郭淮，岂不是彻底坏了丞相计划？如今陇西3郡闻风而降，只要丞相拿下上邽，匡扶汉室，还于旧都，就在今朝啊！你我死则死矣，怎能做那汉室的罪人？听了赵云的话，邓芝大笑道：“好，赵将军，只从一个小小的阁都，能做到广汉太守，实受先帝圣恩，知绝不愿做汉室罪人，且又常第一次领兵作战都能守住街亭，至今不让张合支援郭淮，知焉能不如他？”赵云听了邓芝大笑，二人对视一眼，一切皆在不言中，显然已是下了与曹真在眉县死战的决心。若曹真要过眉县走渭水道，便踏着他们的尸体过去。赵云一枪刺死袭来的一个卫兵，邓芝指挥剩余的汉军逐渐聚拢在一起，准备迎接着他和赵云的最后一战。看着远处曹真人马掀起的烟尘滚滚，赵云看着此时还忠心守护在他身边的亲兵，这亲兵追随他已久，如今已近40，北伐前小孙子刚出生，因此这个亲兵还来求了个恩典，参加完这次北伐就退役回去含饴弄孙。赵云准了，如今却大牛是云对不起你啊，本允了你退役，如今却赵大牛摸去了脸上的血水，憨笑一声：“赵将军说的什么话？当年星野，要不是先帝带着我们逃命，俺大牛早被曹贼杀死了；要不是赵将军看中俺这一身离地的力气，提拔俺做了将军亲兵，俺哪能在成都娶妻生子呢？娘说了，吃了谁家米要念谁的恩，今天这条命，俺就是提前还给先帝罢了。”赵大牛这番话让赵云和邓芝红了一些眼眶，多好的汉家儿郎啊！再看看周围其他士兵，面对来势凶猛的曹真，他们的脸上都没有恐惧神色，眼神里只有坚定。冀汉人少，诸葛亮给赵云的疑兵，不得已都是一些老兵弱兵，老兵就意味着跟随赵烈帝时间很久，所以这些人有的从徐州起追随赵烈帝，有的从星野开始
始追随赵烈帝，有的从荆州开始，最年轻的老兵都是赵烈帝入蜀时就开始追随了，脑袋掉了万大一个疤。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可怕的？可惜看不到陛下打回徐州、兴野、荆州的那一天了。邓芝和赵云聚拢部队时，费耀也在聚拢残部，等着曹真赶过来。等曹真到费耀身边时，邓芝和赵云已经整合完毕。曹真沙场老将，一下就感受到赵云这支疑兵部队每个身上散发出来的死战气息。曹真真不明白这群蜀人图什么。汉朝早亡了，现在是他们曹家的天下。不过战场上这样的对手值得尊敬。曹真挥手列阵迎敌，邓芝拔出身上佩剑，先一步跨马，对着魏军冲了过去。赵云拍马，举着银枪也朝着前方的敌人刺了过去。一场苦战再次在眉线前展开。赵云战斗在勇，邓芝指挥在明，也拉不开这2000对2万的人数差距。一个时辰后，赵云和邓芝只剩1000人左右了。邓芝右臂受伤，赵云左腿中箭，赵云亲兵赵大牛更是浑身挂彩无数，肉眼可见的就有10几处刀伤。而曹真这边居然被赵云、邓芝用1000人换掉了5000骑兵。曹真看着被包围仍不放弃抵抗的赵云、邓芝，下马劝降：赵老将军，蜀国弱小不如我魏国势大，迟早会被我魏国吞灭。真久仰子龙将军大名，只要子龙将军愿降，真必以上宾之礼待子龙将军。赵云听了曹真的话，冷哼一声：先帝建立的乃是大汉，什么蜀国？你等窃国之贼，却妄图劝我投降。赵云这番话说的曹真脸色涨红，心中直骂赵云不识好歹。非要看了曹真脸色，立马大声道：世人皆知是山阳公之天命，将皇位禅让于文帝。那刘备自称汉室后裔，实则乱臣贼子。邓芝大怒：乱臣贼子，休要放言辱我先帝！今日唯死而已，绝不投降。汉军还剩的1000人跟着邓芝喊了起来：唯有死战，绝不投降。曹真怒笑：那就给尔等一个痛快。曹真挥手，15000左右的魏军朝着这剩下的1000人汉军围了上去。赵云和邓芝见此并不害怕，反而哈哈大笑迎了上去。就在此时，曹真的后军骚乱了起来，还伴有惊叫声：是关公，关公复活了，他来报仇了。这样的骚乱传到曹真耳朵里时，他愤怒至极，世上哪有死人复活之事？说完，曹真对着费耀说道：明远你去制止后军的骚扰，若有不听者杀了。费耀领了命，拍马往后军处看去，远远的便看见一绿衣将领领着100余人左右，拿着一把刀在后军从中不停砍杀，几乎将后军阵型冲乱。费耀离得近了，才发现那100余人脸上画着奇怪的花纹，看着不像汉人，倒有些像以前费耀见过的南中蛮人。却说那领将身着绿色衣袍，骑着白马，手里挥舞着一把大刀。他杀完一个卫兵，抬头那一刹那，叫费耀瞧了个心神俱颤，脸是红的有长胡须，而且那领将还大吼一声：徐晃何在？你我在这樊城再来一战！要不是费耀坚信这世上没有死人复活之事，这会也怕是被这领将吓得弃军而逃。人的名数的影，关羽打出水淹七军战绩后，已经威震华夏。虽说天下人都知道关羽被吕蒙杀害，但是当时魏国配合吕蒙围杀关羽的就是徐晃。这次诸葛亮一出祁山，已经让曹魏朝廷震动。莫不是这关羽见丞相北伐，特地还魂前来相助？有些胆小的魏军已经当作是关羽复活了，开始逃跑。逃跑之时，嘴里还喊着：关将军不要杀我。众所周知，打仗之时，全军有1个人乱了，就会有10个人开始乱，这10个人就会引发全军动乱。渐渐的，后军慌乱的情绪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军，然后是前军。非要气急了，直接冲到后军，先杀了一个逃兵，然后大声呵斥众人：谁再敢逃跑，立即处死。这方法只管得了一时，非要看向那个冲进后军阵型的领将，还是得将这个装神弄鬼的人杀了，才能稳定军心。非要大喝一声：何方小人敢装神弄鬼，吃我非要一枪！非要一枪刺过去，却被领将躲开。随后只见这个领将一刀挥过来，打向了非要坐骑的马栏。非要跌坐于地上，心中一惊，这是什么打法？杀马不杀人！见非要跌在地上，你毫不客气，又是将长刀一扫，将地上的沙土尽数朝着非要脸上扬去。一时间，沙土迷住了非要的眼睛。非要怒了，哪有人阵中厮杀行此下作手段？非要一边摸着眼睛，一边大骂：无耻小人，敢用你的武艺正面胜我非要否？你一听这人自曝的姓名，眼睛亮了，你不管非要的叫骂，直接对着在他旁边的2个无当飞军吩咐着：绑了他，我们找曹真去。不错，偷曹真屁股的这100余人，正是你马谡。你知道，在你奉命去守街亭的时候，赵云正领着人故意为眉线，吸引曹真的注意。然而原来历史上，你失街亭后，赵云就被曹真打退，从而蜀汉失去了占据长安的最好机会。你想得很清楚，守街亭王平就够了。冀汉实在地盘太小了，地盘小人口就少，就不会有兵力征伐曹魏。诸葛亮第1次北伐守住街亭还不够，你就是要玩一把大的，将武侯第1次北伐的战果扩大。于是你想到了这时候镇守眉县的曹真，你要过来击退曹真，害怕街亭出事，也只敢从王平那要了100无当飞军过来。无当飞军蛮人为主，攀山越岭不在话下，带着无当飞军从山路过陇山道，既能避开漳河，又能赶到眉县。自古战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如何利用这100人打出最大战果，只能选择攻心。因此在来的路上你就想好，他要假扮关羽，吓退那些曹魏士兵，就算吓不退，能让曹真军心混乱。到时候还有70岁削人家户口本的赵子龙在，难道还拿不住曹真吗？只要能拿住曹真，再拿下眉县，就能将冀汉的战线再往前推一步。你身边的2个无当飞军动作很快，在非要亲兵过来时，已经将非要挟持住，对着那些想要围攻上来的曹魏士兵，你大吼一声：谁敢动，我立马杀了费明远！这一下曹真的后军不敢乱动，只敢围着你，由着你抓着非要往曹真处而去。而没了非要的管制，深信关羽复活的小兵们开始偷偷跑路，一个跑了带动另外一个人跑，然后曹真那头
头还想着怎么活捉赵云，一定要抓着他去魏武帝面前磕头，却觉得身后的骚乱似乎越来越大。曹真那边的骚乱，邓芝也察觉到了。老将军，你看曹真后军。赵云看了过去，他自然看出来不止曹真后军乱了，似乎中军都开始混乱了。赵云道：“不知出了何事？你我趁这个机会抓了曹真，可有一线生机？”邓芝应道：“好，我为老将军开路。”于是，在赵云、邓芝的带领下，如今只剩下600人左右的汉军，居然还向魏军发起了反攻。曹真怒了，真就非但不投降，还想反攻。曹真拍马直奔赵云而去。就算你赵云再勇，你也70岁，且现在久战疲惫不已，我曹真定要将你拿下。曹真上前去与赵云缠斗起来，打至100回合，曹真竟然觉得自己有些体力不支。可他看对面赵云似乎也是强弩之末，曹真咬牙又向赵云攻去。他身下的坐骑突然惊叫，马头高高扬起，前蹄乱舞一阵摇晃。随后曹真重重摔下马去。曹真一看，竟然有人将箭支射进了他坐骑的屁股间，马匹受惊，这才将他摔下马去。怎么会有人这样射箭？偷袭，毫无廉耻！这箭正是你命令身边的无当飞军所射，一记千年菊花杀，就算是马也会痛。你见曹真落马，立马高呼：“子龙将军，快擒住曹子丹！”邓芝和赵云本就约好了要趁乱擒住曹真，听到了你的话，邓芝从旁边赶了过来，和赵云一起杀了赶过来救曹真的2个亲兵，将曹真拽住往身后的部队中赶去。见到赵云和邓芝拿住了曹真，你立马高声呼唤：“曹子丹已败，尔等投降不杀，你带来的无当飞军！”立马高声将这个消息喊了出去。魏军的前军是亲眼看着赵云、邓芝擒住了曹真，加上后军嚷嚷着关云长复活，这时候已经传播到前军，后军四处逃散，中军被带动也开始跑，前军这时候还在汉军战斗。你见有些人还有战意，将手中的大刀往地上一立，扯开了嗓子高声吼：“尔等还不想我关云长？”曹真非要不相信死人复活的消息，不意味着这些士兵不相信。再说了，主将都被抓了，他们1个月才几条线啊？东有一个人先跪下，就会带动另外一些人，很快排除逃走的魏军，剩下了5000魏军，放下武器当场投降。你见战局已定，心中长舒一口气，立马来到赵云、邓芝面前施礼：“速来迟了，让2位将军受苦乃速之过。古人说话文绉绉的，你不是很习惯？这几句还是你靠着脑海中那些经典古装剧台词，然后说出来的。”听到你报了名字，赵云和邓芝才明白，居然是马谡来救他们。赵云上下看着你，又长这扮相，果真像关将军啊！在赵云打量你的关羽扮相时，你也在偷偷看着赵云。如今的赵云已经70岁了，须发半白，但眉目如刀，眼角皱纹刻满风霜，却无半分浑浊，身上仍有沙场将军的肃杀之气。身形虽不如壮年挺拔，但仍如青松炙月，透出昔年常山赵子龙的凌厉。你有些激动，见到了活的赵子龙。邓芝已将曹真捆好，走了过来，也多亏了右长这身扮相，才让知羽老将军脱离险境啊！多谢右长啊！上邦使臣，不败下邦之主，这就是烈油烹鼎也不变色的邓芝。被邓芝夸了，你更激动了，轻咳一声说道：“捉计而已，在赵将军和邓将军面前献丑了。”一声冷哼从旁边传来。曹真摔下马时伤了筋骨，此时被汉军五花大绑，又听见你靠着假扮关羽，居然让他的部队军心大乱，脸上尽是不屑。低劣之人，战场上借他人扬名，何为大丈夫？非要此时也被五花大绑，跟曹真在一起，他眼睛中的沙土还未清理出去，睁不开眼睛。但是你没让吴当飞军堵住他的嘴啊！于是费耀也怒骂道：“无耻小人，尽使一些诡计，把你爷爷我放了，与我大战300回合，看我不把你斩于马下！”听到曹真费耀出口羞辱你，赵云面上已是沉了脸色。邓芝直言：“败军之将也在这饶舌。”你接了话头，毕竟他们俩现在也只能饶舌了。曹真涨了脸色，却反驳不出来，毕竟他和费耀现在是实实在在的被捆了，被俘虏了。赵云开口，将2位将军带下去，好生看管。很快，曹真和费耀就被人带了下去。眉县一战，赵云和邓芝不仅成功拖住了曹真，现在还把曹真俘虏了。2个人都很兴奋，但冷静下来就想到街亭的事。邓芝问：“右长，你来眉县，那街亭呢？”你摸了摸自己的假胡须，笑道：“伯苗将军放心，街亭我已交给子君。”赵云一听你将事情交给了王平，有些忧急。右长，子君他汉中之战时才降我大汉，如今只任衙门将。赵云说到一半就住口了，他很着急诸葛亮能不能成功北伐，很着急能不能完成先帝遗愿，但是这话像是他在背后非议王平，说人家坏话，所以赵云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你也明白赵云的想法，汉末人均50岁，赵云如今70岁，自然是非常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匡复汉室的希望。历史上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为你师街亭占据雍凉失败后，没多久赵云就病逝了。除去常年作战身体上的伤兵，多半也有看不到匡复汉室的希望。心气散了的原因，你守街亭是诸葛亮确实没人用了，甚至诸葛亮还给你写了攻略，你不照着抄，现在你还把防守街亭的任务直接交给了一个小小的衙门将。而且赵云有听过王平似乎还不识字，所以不仅赵云担心，邓芝也很担心。你开口安抚他们的情绪：“2位将军放心，子君行事谨慎，已经遵丞相军令当道下寨，况且丞相还将吴当飞军给他带领，有他镇守街亭，必定不会让张合过街亭。”赵云和邓芝听了你的话，心中略微放心，他们想到王平是从人出身，有他率领吴当飞军，且遵守诸葛亮的安排，街亭当是无事。你看赵云和邓芝的神色平静下来后说道：“赵将军、邓将军，如今曹真被我军生擒，眉县此时并无大将镇守，不若我们攻取眉县如何？”赵云、邓芝有些惊讶，这马谡平时作为参军待在丞相身边，如今是第一次带兵，真是不带兵则已，一带就一鸣惊人啊！抓了曹真，现在还想着去攻打眉县。邓芝看了看现在正在互相包扎伤口的剩余老兵们，右长，我和赵将军是奉命在此做疑兵，故而带的并非精良。虽说现在拿下曹真，但是眉县应当还有重兵把守，我军如今刚经历过苦战，恐怕没有余力拿下眉县。你一听说道：“伯苗将军要的正是这个时候，才能拿下眉县啊！”赵云
云一看你脸上得意的表情，连忙问：“右长看来已有妙计，快说来。”你靠近了邓芝，赵云小声道：“赵将军、邓将军，我们只需你将自己计划说出，获得了二人认可。”赵云忍不住笑道：“好，依右长此计定能拿下眉县。”邓芝接着道：“此计已早不宜迟，迟则生变。”你肯定的点头。赵云和邓芝立马根据你的计划开始安排。眉县，曹真非要率部对战赵云已经过去了2个时辰，如今这日暮西下，曹真也没传什么消息回来。曹真的副将戴领有些着急，大将军防止其他意外，命他留守眉县。如今这大将军没消息，可不是个事儿。戴领站在城墙上，朝着赵云在的方向望去，只觉得烟尘滚滚，也看不到啥。这时候远处有一支魏军骑兵飞奔过来，到了城楼下，戴领发现这群骑兵个个浑身挂彩，那还用木质台架抬着一个人，那台架上的人看不清面容，只看得见身上都是血污，倒是身上的台甲制式似乎有些像曹真将军。戴领于城墙上大喝：“来者何人？”便听见下面的一个卫兵答道：“将军开门呐，快开门救救曹将军，他中了那赵云埋伏，受了重伤。将军再不开门，曹将军危矣啊！”一听到那担架上的人是曹真，戴领立马急了，要是曹真死在眉县了，他肯定会被曹睿问责，可要是这是计谋，他弄丢了眉县，不也得被曹睿问责？戴领着急一下，让城楼下的卫兵出示身份证明。领头的卫军将身上的令牌交给守门士兵，等到了戴领手里，他拿过来一看，是虎豹旗的令牌，看来果然是曹真将军的部下。此时戴领又听到城楼下的卫兵大声疾呼：“曹将军您怎么了？我们已到眉县。”曹将军这声疾呼听得戴领脑瓜子一嗡，要是曹真因为他在城门检查，堵在城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就挂了，他铁定得被曹睿灭9族，还不快让曹将军进城！说完，戴领又一脚踹在了旁边的士兵身上，大声呵斥：“你小子愣着做什么？还不去请医官救治曹将军！”小士兵挨了打，立马连滚带爬的去请医官，然后眉县城门大开，把曹真所在这支卫兵迎进了眉县。领头的卫兵脸上看起来还是一副担心曹真的样子，实则心里已经乐开花了，因为他是你马谡，利用受伤的曹真炸开了眉县的城门。你心想，还好历史上这次曹真镇守眉县带的副将并不是什么知名将领，加上曹睿坐镇长安，直接把脑瓜子顶尖的谋士都搞到长安去了，不然你这个诈骗城门的计谋定是不成功的。现在进了眉县，就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你带着卫兵将曹真抬到了县衙大堂的软榻上，对着跟进来的戴领问道：“医师来了吗？曹将军可是万分危急啊！”戴领也急得冒汗，忙答道：“快来了，马上来了。”这时候榻上的曹真咳嗽2声，你立马扑了过去，口里喊着：“将军！”然后你又将耳朵贴近了曹真的口边，做出一副听他说话的样子。什么？将军？你趁着戴领不注意，狠狠掐了自己的大腿肉，眼里立马挂着泪水的样子，到了戴领面前：“将军，快去请其他将军前来议事，曹将军他有事要交代。”这一下给戴领弄慌了，怎么回事？那赵云不是已经年过70，还能将曹将军伤成这个样子？曹真莫不是真要不行了？这个想法在戴领脑子里一过，就叫他6神无主。你见戴领没反应，立马低声催促：“将军快去！”好，我这就去其他在城内的副将。曹真镇守眉县，地位最高的副将就是费耀，现在被邓芝压在城外汉军营里看着呢。随后就是戴领、魏平，魏平被曹将军带出去作战了，此时也未回，所以现在的眉县地位最高的将领就是戴领。很快，戴领就把其他的5、6个小副将给喊到了大堂内，正好让小兵去请的医官到了。戴领拽着医官就进了大堂，嘴里对这位医官还是大声喝骂：“如今曹将军病重，你这老头行不迟缓，莫不是要害曹将军？”被抓住的医官约莫50岁左右，他被戴领抓住也不生气，反倒一句：“生死自有天命，若曹将军当真病重，岂是老头子我快一步就能解决的问题？”戴领大怒，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医官敢这么甩他面子。旁边的副将劝了戴领，要以曹将军病情为重，这才免了戴领要怒打医官横生枝节的事。等众将到了曹真榻前，想听曹真的吩咐，这一靠近，叫戴领发现了一点不对劲，这曹将军的手怎么如此苍老？而且刚才报信的士兵怎么不在曹将军榻前？戴领大着胆去先遮住曹真面容的头发，还未掀开，却听到一道男声：“看来你死到临头不算太蠢，总算发现了一点不对，可惜晚了。”戴领回头一看，出言的正是刚才那报信的小兵，此时嘴角正挂着冷笑看着他们。再一看，大堂之房门被这人带来的卫兵给关上了。此时戴领等人哪里还不明白，他们中计了。戴领等人抽出刀剑对准你，你是何人？敢冒充虎豹旗，速速投降，我可你们一命！这人刚夸了他一句不算太蠢，又开始说蠢话了。这时候躺在榻上的曹真替你回答了：“他们是什么人的话？我乃常山赵子龙也。”戴领一惊就回头，却只见过一道寒芒闪过，随后在戴领最后的视角里，他是斜着看着赵云的。剩下的5位副将听到赵云报名号，已经是吓了一下，再看到戴领被赵云用藏于袍甲的短刀速斩了头颅，全都呆若木鸡。众人回过神来，纷纷放下兵器，立马跪在地上请降。你见控制住了局势，心中大定，挥手让扮成魏军的汉军将那5位将领立马绑了。此时一位手下上前，在你身边低语：“将军，你看那位医官要怎么处理？”你看向那位被戴领带来的医官，他本来是想放了这医官老头，不过嘛，这老头刚经历了这么一场，神色未变，还十分淡定地坐在椅子上给自己倒水。这老头见你看向他，反而问了一句：“敢问这位将军，可还有需要老朽医治的病人？”老朽的医馆上还温着药，得回去看着。看着老头的反应，你拱手施礼，让老先生受惊了，请问老先生姓名？老头子见你给他礼貌行礼，也不慌乱，起身回礼，然后摸着自己胡子说道：“老朽话期。”你心中微微一笑，那可不能放你走了。3星大汉说不定就得从这个老头子身上找起点，在下刚接手眉县，免不了有一番动乱，不如请老先生就先暂时待在这，为赵将军把脉如何？听到你的话，华期的脸色也没怎么变过，
略一颔首，就表示答应你的话了。然后华妻提着药箱就坐到了赵云身边，开始给赵云把脉。赵云有些拒绝，又长，我等还没彻底掌控眉县，我哪有心思看病？况且之前只是受了些许小伤罢了。你道，赵老将军，您就在这歇着吧，剩下的事素一人操心足矣。如今的季汉五虎上将只剩赵云了，他必不能让赵云如原来历史般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后就病逝了。曹真非要被抓，带领被杀，剩下的有些官职的副将已经选择投降。如今这眉县剩下的那些都是一些小兵，那上面降了，他们能咋办？只能跟着投降。所以你全面接管眉县，并没有遇到意外，控制住眉县的形势后，你没有改换旗帜。在审问了一番留在眉县的那些副将后，才知道曹真还有个副将魏平暂时未归，不知道是被他假扮的关羽给吓跑了，还是说直接跑到长安去求援了，或者说去聚拢逃兵，也有可能返回眉县。如果魏平返回眉县，那你要将他活捉，看看有没有机会劝降。本来提到魏平这个名字，你在脑海中想了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名将？好像不是。但是那群副将被赵云一刀削了带领的头给吓傻。你询问的时候问了一句魏平是什么人，那群副将七嘴八舌，将魏平平时喜欢点哪个女人都给说了出来。这其中引起你注意的消息就是魏平和郝昭有些交情。郝昭，曹魏著名的守城名将，就是他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时候守住陈仓，再次击碎诸葛亮北伐的希望。然后你就想起来，以前查三国历史资料的时候，陈仓之战时协助郝昭防守的副将正是魏平，能跟着郝昭把陈仓守下来，那没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魏平要是肯投降，把他丢过去跟霍哥作伴，那季汉守城将领不是多了一位？现在霍哥好像还挺小的。天下英雄你和我，赤壁夷陵两把火。夷陵之战后，季汉可用的人那真的是太少了，所以你之前没阵斩费尧，一个是存了心思看看能不能劝降，都给他留在季汉，为匡扶汉室发光发热；二个是你许久没有真正的杀过人了，上了战场就不自然留了对面性命。你心中盘算着，如果魏平回来要怎么处理？要是魏平直接去长安报信，又要如何处理？你在想着魏平的时候，魏平也在想着你。不过魏平想的是关云长复活，这是绝不可能，也不知道是蜀国哪个将领想出这样的计策。事后魏平聚拢残兵逃兵的时候，细细思索，他发现记忆里这个关云长扮相的将领似乎也就带了100人左右，利用神鬼之说，百人冲阵乱了整个军心，有勇有谋，必须要获取此人信息啊！等救出曹真将军后，将信息上报给曹将军，得提醒曹将军注意此人。魏将军，眉县到了。身边的小兵出声提醒了魏平。魏平看了眼眉县旗帜未换，也不知是何人在守城。魏平听到上面有人在问城下何人，魏平抬头回了自己姓名，却发现那问话的小兵自己似乎有些没见过，而且这个口音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城墙上你见到了魏平回来，命令之前投降的一个副将把魏平骗进城来。这副将为了讨好你，上城楼露面，还兴高采烈地喊着原来是魏将军回来，快进城吧。这副将想着自己这样不会让魏平怀疑了吧？可恰恰就是这高兴的样子引起了魏平的怀疑。魏平心想，按理说现在眉县城内最高的指挥应该是带领，怎么不见带领？守城的副将见归来的将领中没有主将曹真，还如此高兴，何况谁都能看出他魏平现在聚拢的就是一群败兵。如此眉县定有其他情况。信不得，你只看见魏平似乎敷衍了2句，然后魏平扭头骑马就跑了。他带回来的那群败兵都懵了，咋回事？这都到眉县门口了，怎么魏将军还跑了？放箭！你立马让身边的吴当飞军对着魏平的背影射击。如今看着魏平朝着长安方向奔去，你思考的也不是要留他性命劝降的事了，是想着阻止魏平去给曹睿报信。一箭射出，似乎射中了魏平的背部。魏平在马上闷哼一声，却死死抱住马头，甚至使劲狠狠一拍马屁股，努力地朝着长安方向奔驰而去。你不知道这箭到底射死魏平没？现在也不能下令追击魏平。眉县里除去曹魏降将降兵，真正的自己人汉军不过200人，城外邓芝还带着500汉军看守着曹真费尧，还有管着5000卫兵降卒。你要是追着魏平出去，一个不慎，眉县就会再度落入曹魏之手。在刚稳住眉县的时候，你就已经派了一个吴当飞军速走渭水道，去向诸葛亮报信了。现在你只希望诸葛亮派来接管眉县的人，可以比魏平报信引来的曹魏援军来得更快。眉县的事情暂告一个段落，将时间略微调回到1天前的街亭。张合经过3天的急速行军，终于赶到了街亭。正如他之前得到的消息那样，诸葛亮派来守街亭的你和王平2人的确意见不合。张合能看见你的部队在山上结营扎寨，而王平则选择了当道下寨，还离你的山有些远。张合寻思，看来果然如斥候所说，这蜀军未战先内乱了，不过还是当小心一些。在围着街亭山扎营一圈后，张合下了命令，李副将、王副将，你2人领5000兵马去攻打王平，探一探这蜀军的虚实。一番战斗下来，王平损失了300人，李王这边损失了1000人。张合听着李王2人汇报战报，如此说，那诸葛亮是把吴当飞军交给王平带领，诸葛亮借用南中蛮人训练了一支吴当飞军，此事曹魏有校士府上报，所以曹魏众将士知道这么一支军队存在。但是吴当飞军到底如何，曹魏众人不知道，毕竟由蛮人组成，在这个一汉当5胡的时期，一支蛮人军队很难引起拥有9州的曹魏重视。现在张合计算了一下战损比，心中道，看来这次守住街亭后，需要提醒大将军注意吴当飞军。虽然这次小战李副将、王副将算是打了个败仗，但是他们也逼得王平将营帐后撤了10里，而且张合的命令是探听虚实嘛。李副将笑道，张将军，我看那诸葛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听说他不过一个村夫，侥幸被刘备看中，一直掌管的是后勤，根本没带过兵，这样的人如何懂军事？王副将也附和道，不错，张将军，那守街亭的马
马谡是诸葛亮的弟子，这诸葛亮放着其他大将不用，用他徒弟守街亭，摆明了要扶持那个草包上位，却又知道这草包做不到，所以才把吴当飞军给了副将王平带领。如此做，那你安能与王平相和？张合摸着自己的胡须点头，不错，刚才命你二人去对战王平，这街亭山上可没什么动静，看来这你似乎并不关心王平如何，真是蠢货！大战当前，使些小儿心态。李副将连忙道：“张将军，只要我们能利用好这二人的矛盾，拿下街亭易如反掌啊！”李副将说的有理。张合走到军帐中挂着的地势图上，点了一个地方。李副将、王副将，我命你二人领兵1万，务必看住此处水源，不让这山上的蜀军取一滴水。二将往张合所指处一看，那正是张合之前提到过的街亭山水源处。将军高明，只要我和王副将断了这蜀军水源，将军在这街亭山下困而守之，此战可以不战而胜。张合看王、李二人脸上大喜的神色，叮嘱道：“虽然那你小儿不堪大用，二位将军却仍要小心应对啊！”王、李见状立马行礼，满口应着：“将军放心，我二人必定完成使命。”而张合自己则带着剩下的3万魏军就扎营在街亭山下，等着蜀军取不到水。军心混乱，守第1天时，山上的蜀军就发现张合断了水源，派出了一支小部队，50-60人左右争夺水源，被王、李二人打回了山上。守第2天时，事后报山上蜀军闹哄哄，还发生了一些小兵斗殴事件，但是被你压了下去。守第3天时，山上冲下了1000蜀军，似乎想要袭营找突破口。张合直接让弓箭手围住下山要道，射箭将这支蜀军逼退回了街亭山。而且这企图下山的蜀军，还有人因为长时间不饮水，体力不支，魏军的弓箭都没拉开，就直接咕噜噜倒了下去，整个人滚到了魏军脚下，昏了过去。于是张合又抓到了5-6个左右的蜀军俘虏，审问后，从这些蜀军俘虏中得知，马谡和王平早因为在何处下寨吵翻天，王平一气之下分兵防御。至于马谡现在天天在军营里念叨淮阴侯的背水一战，鼓舞士气。知道马谡现在还在念叨背水一战后，整个张合的军营充满了快活的气氛。这诸葛村夫带出来的弟子也只能是书呆子了，看来再守几天就能等到马谡自动带兵投降。至于那王平，张合觉得不足操心，这几天与马谡作战，未见王平支援过一兵一卒，不管他们俩矛盾如何，马谡这个主将一抓，必挫蜀军士气，士气一散，这队伍可就不好干了。于是张合依然选择围困街亭山。张合预计这到了第5天的时候，马谡这支蜀军就该坚持不住了。然而到了第5天的时候，也只是街亭山上的蜀军冲了一波，这次蜀军可晕了更多人，一次就抓了100左右的俘虏。张合从第2批俘虏口中得知，马谡用自己诸葛亮弟子的身份大骂其余副将，还威胁他们妻儿老小，不让他们投降。张合觉得再守2天就该彻底乱了，又等了2天，蜀军却还没有投降的迹象。如此，张合算了一下，从他断水源开始，如今过了7天，蜀军能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坚持7天，这一定有古怪。从诸葛亮出岐山，陇右3郡望风而降后，郭淮准确判断必须防守上邽，然后火速赶到上邽布置防守，与随后赶来的诸葛亮于上邽对峙。郭淮上书曹睿，表达上邽粮草足以坚守半年，请曹睿快派将解围。张合接到了曹睿调令，带着4万兵马从陇山道过街亭支援郭淮。郭淮的战报上将诸葛亮的攻势说得气势如风，不可阻挡。上邽情势危急，张合不像他的2个副将那样，觉得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村夫，不知兵。什么不知兵的村夫能辅佐之袭范蠡的刘备，从新野一块小地到后面占据2州之地的汉地。虽然这荆州很快丢了，且那汉献帝刘协也还没死呢，但是即便是身为武将的张合，也不会轻视诸葛亮的智慧。所以在得知马谡和王平的情况后，张合想的是断水源，不战而胜，然后保存人马，好去支援上邽。在张合的计算里，守护上邽之战才是一场恶战。但张合没想到蜀军可以在没水源的情况下坚持7天，莫非他中计了？那岂不是耽误他支援上邽的战机？击鼓点兵，立刻上山攻打马谡。张合不知道自己是否中计，但是他知道只要打赢马谡，马谡的计谋自然不起作用。张合领兵攻上街亭山后，发现马谡的营帐的几乎都是空的，没有蜀军，而留在山上的蜀军不过300-400人左右。那300-400蜀军见张合攻上山，根本没有拿起武器战斗，反而身形极其矫健的从街亭山背面那极其陡峭的岩壁下几下就攀爬下去，不见了踪影。吴当飞军，张将军，他们是吴当飞军。王副将、李副将和王平交过手，一下就认出了这留在山上的蜀军就是吴当飞军。此刻张合彻底明白自己是真的中计了，山下起火了，是咱们的营帐，营帐起火了。听到有士兵惊叫营帐起火，张哈巴拉开围在山顶的士兵，看向山下，果然张合大军营帐已经是一片火海。现在张合率军攻打山上的马谡，王平还在10里外扎营，没有动静。那么这火是谁放的？李副将狠狠一拍大腿，大叫道：“哎呀，是那群蜀军俘虏，定是他们烧了我们的营帐。”王副将补了一句：“还把我们的粮草也烧了。”二人的话听得张合脸色阴沉，这马谡，王平当真是演得一手好戏。他本想围困马谡，现在倒是他成为了被围困的人。攻守之势一也，下山夺回我们的营帐。张合果断下令，绝不能让马谡、王平抓住机会将他们围攻在街亭山上，到时候水源切断，该投降的就是他张合了。张合在军中颇有威望，他下了令，魏军自然遵守。于是魏军们刚爬上街亭山，暂未歇口气，又冲下街亭山，试图夺回自家营帐。而等张合率军赶到山下，派军抢救自家营帐时，王平和高翔率了人马已赶到附近，双方人马立刻展开了厮杀。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给了马谡12000左右的兵卒，又让王平率领3000吴当飞军一起镇守街亭。与其说镇守，不如说利用这15000左右的人，只要能在街亭拖上个10来天，让诸葛亮能攻下上邽就好。渭水道那边有赵云吸引曹魏士
险。那为了防止曹魏从陇山道真的过街亭支援，诸葛亮还给予了高翔5000兵马，命令他驻守在列柳城，随时支援街亭。那日穿越而来的马谡，先是与王平做了一场戏，将自己和王平不和的消息给传了出去，然后又拉着王平细细讨论了如何防守街亭，还有拿捏张合，何时变量，善处营阵，料战事地形，无不如计。这是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张合的评价，就大概是说他这个人能洞察战局变化，抓住战机，随机应变，也是在说这个人作战谨慎，会时时观察战局，如有不对，就会改变他的计划。所以马谡更觉得张合这个人在于谨慎，干不出辽神带着800人突突孙10万的操作。晚年被某个司马乌龟因为政治因素勒令他追击诸葛亮除外，所以和张合作战时，马谡便根据张合的性格制定了这么一个假持不颠、瞒天过海之计谋，然后调河离营，火烧大营。至于张合围攻的这7天，未见到蜀军下山取水源，却不见蜀军真正投降，是因为从马谡离营后，将自己的印绶交给了王平，以便王平调动街亭的所有汉军。王平拿到印绶那一刻，脸上是藏不住的激动。他一个降将，一个从人，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还同马谡争吵过，马谡却直接将他的印绶给了自己，让给自己全权负责街亭的战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王平那时心中就在想着，日后定跟随马将军，终生匡扶汉室。武当飞军最大的特点便是可翻山越岭。张合来到街亭时，见街亭山背面陡峭，且自古围攻讲究围3缺1，所以街亭山那陡峭的山背面，张合并未下令扎营，只命令魏军将街亭山其他入口处严防死守，这就给了吴当飞军机会。魏军熟睡后，吴当飞军就通过攀爬街亭后山，与街亭山上的汉军进行换岗。所以在街亭上的汉军并不是张合以为的，是同一批人，实则被王平用吴当飞军轮换了好几批。马谡算到这个计谋只能拖住张合一时，拖不了张合一时，所以他还安排王平适当送一些俘虏给张合，等张合坐不住上山后，利用俘虏烧了张合的粮草。马谡走后，王平思考着他的计划，为了街亭不出错，王平还令人传信在列柳城的高翔带兵前来相助。这几天，王平和高翔一直是严阵以待。至于张合这边，因为被马谡放出的烟雾消息迷惑，大多数人心情极其放松，兴奋地冲上山，却发现马谡放了空营，接着山下的营帐、粮食都被烧了。这心情过山车下来，张合军也出现了一点军心混乱的迹象，全靠张合沉住气不停指挥，且他素有威望，不至于大乱。但是王平和高翔也不弱，双方对战1个时辰以上，却还未分出胜负，显然是陷入了苦战。然而转机很快来了，此时一个红旗传令小兵非常突然地插入战场，徒步自己几次差点被刀兵砍死，奔着张合而去，甚至怕张合听不清军令，还说得十分大声。眉县已失，被魏延占领，曹真将军被俘，陛下令将军速速撤退，防守长安。这话一出，魏军骚乱起来，军心动乱。而这传令兵喊的话，自然被王平、高翔还有他们带领的汉军听了个清楚。这下汉军军心大振，王平、高翔抓住这次机会，挥舞令旗，让汉军趁机冲散了张合的阵型。王平更是抓住机会，阵斩了张合的李副将。张合听到消息后，躲开高翔的攻击，大喝一声撤转马就跑，同时心中恨不得想把这个传令小兵给生吞活剥了。怎么在两军交战时就给冲了进来，还把眉县已失、大将军被俘的消息就这么大拉拉在战场上宣传了出来。张合一跑，身后的卫兵也跟着他一起跑。那传令小兵似乎还不清楚自己刚才喊的那话起了什么效果，反而还策马到了张合身边。张将军，我家将军说了，没有什么比陛下更重要，还请张将军早日驰援长安。你家将军。张合这时候才明白过来，这传令小兵不是军中专用的传令兵，听着还像是谁的部下。这传令兵见张合相问，连忙报出了自家将军名号，我乃安西将军手下。安西将军，夏侯茂，那个占着宗室位置、手握大权的蠢货。张合感觉自己都得狠狠压住怒气，才不能在这个传令兵面前露出自己对宗室不敬。这时候那传令兵还来了句，我家将军还托我给张将军带一句话。张合什么话？那传令兵似乎还特别骄傲，我家将军说，在诸位外姓将领中，我家将军最看重张将军，此次派我来急速通知张将军，等张将军打退魏延，守好长安，得陛下赏赐时，不要忘记我家将军今天给您通知消息。说完，那传令兵还说什么自己得早点回去告诉夏侯茂，张合将军正在支援来的路上，然后驾马鞭一扬，跑得甚快，什么样的将领就带出什么样的兵。张合听得差点绷不住脸色，捏紧马绳，差点将自己的马捏翻。夏侯茂这个除了宗室身份一无是处、看不起外姓将领的废物，靠着宗室身份当上了安西将军，被诸葛亮一顿下，丢了南安郡，直接躲到长安。就算了，他难道就不能用自己那个猪脑子想一想，派传令兵在战场上大声宣布不利于魏国的消息，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张合要不是十分清楚夏侯茂就是一个军事白痴，他都要怀疑这位夏侯驸马是不是想弄死他张合。如果夏侯茂这个传令兵没有选择在战场上大声嚷嚷，他和王平、高翔这一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到时候过了街亭，支援郭淮，击退诸葛亮，那眉县的赵云、魏延能不退吗？现在夏侯茂的传令亲兵在战场上说了这样的话，他张合能不回援长安吗？想什么都迟了。现在张合只盼着能够顺利逃回长安。王平和高翔也没想到，怎么打着仗，对方阵营里怎么还冒出自己人了呢？他们抓住机会扩大了战果后，追了张合15里后就不再追了，追不上也怕万一那个传令兵不是自己人而是魏国的计谋呢？到时候陇山道上谕伏兵，不也等于丢街亭吗？如今还是赶紧回街亭，清点战果，修缮防御，将消息递给丞相，听候丞相下一步的安排为好。同时二人也没忽略刚才那传令兵说的消息，魏延将军占据了眉县。魏延将军不是跟着诸葛丞相攻取上邽吗？却说张合到达街亭的当天，马谡已经摆兵冲阵，活抓了曹真，非要晚上就骗开了眉县。
彻底接管眉县。然后马谡就派了人去给诸葛亮传信，请求再派一支汉军接管眉县，彻底将眉县吃下。那吴当飞军骑着眉县养着的虎豹骑的骏马，加上自身的优势，跑了个一天一夜，将信送到了诸葛亮手中上归。诸葛亮这几天的心情那可真是起起落落。报丞相，马谡将军未当到下寨，王平将军已分兵出营。什么？又长怎如此？听到马谡没有按照他的安排扎营，诸葛亮心急如焚。街亭位置特殊，一旦出差，直接影响他在陇右的布局。而且右长怎么跟子军还起矛盾了？然后诸葛亮就知道自己得尽快把上归打下来。汉军兵不多，现在是没法再分兵去支援马谡了，只有先打下上归才有胜算。可郭淮也不是弱鸡，又守住了3、4天，然后诸葛亮就听到了：报丞相，马将军假扮关将军，摆兵冲阵，活捉了曹真、费耀。诸葛亮摆兵冲阵这4个字，他诸葛亮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连起来他怎么就看不懂啊？这是右长能做出来的事吗？报丞相，马将军连同赵将军拿下了眉县，请丞相派一支部队前往眉县，以便于守住眉县。听到这个消息，诸葛亮挥着羽扇的手都一顿。右长这战场一上，当真是令人十分意外。难道这孩子以前拉着先帝聊兵法，不是吹牛的？本来诸葛亮是的确无人可用了，这才派马谡去守街亭，能守个1个月，堵住曹魏援军，他就能拿下上归，从而彻底将陇右3郡乃至后面的凉州彻底掌握在手中。所以诸葛亮对马谡的期待，也就是能在街亭坚守1个月就行。没想到现在马谡给了他巨大的惊喜，居然拿下了眉县。要是能彻底站住眉县，也就不必要在这上归死磕了。丞相，魏延愿令义军去支援马将军。魏延听到马谡占领眉县的消息后，想了一下，立刻出来请战。夷陵一战后，除了赵云，魏延可算武将第一人，且是先帝一手提拔的重臣，有他去防守眉县，诸葛亮也放心。于是诸葛亮立马抽调了1万兵马给魏延，命令他日夜急行军前往眉县，协助马谡守住眉县。1天1夜后，魏延带着兵马到了眉县，马谡验明身份后，立马将魏延迎进了眉县，然后又派人通知城外的邓芝将军，接着就把被绑的曹真、费耀押到了眉县。随后马谡立马换掉了眉县的旗帜，插上了汉旗，证明眉县已被汉军攻陷。如此算起来，将近2万汉军可镇守眉县。至于那些魏军降卒，魏延和马谡挑挑拣拣，选了6000人打散，重新编入了汉军，剩下的人每天给吃1顿饭，饿不死，先关着不能放。现在只是初步占领了眉县，要是把剩下的人都放了，全都跑去长安，然后曹睿再指个将领带着这些兵又重新打回来，那马谡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等忙完这些，马谡、魏延、赵云、邓芝才在眉县举办了酒宴，同这些魏国降将联络一下感情，安抚一下他们。古代的酒度数很低，这并不能让马谡喝醉，但是会让马谡有一点晕眩的感觉。马谡决定去城楼望台上醒酒，没想到他走上去，却在那见到一个颇为意外的人。魏延在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里描述魏延脑后有反骨，且在诸葛亮病逝5丈原后，想要夺权，被马岱杀。拍成电视剧后，还有个名场面谁敢杀我？但是在正史上，魏延是因为诸葛亮死后的荆州派系内部权力斗争而死，以谋反罪被杨仪3族。马谡接受原身记忆后，其实他不太明确自己穿的到底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记录的历史事件，因为在原身记忆里，《三国演义》的事和《三国志》的事都有发生，比如刘备火烧博望坡，比如五虎上将、桃园3结义，大概是个《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综合版的事件。所以马谡拿不准目前站在高台上东望的魏延是哪一个魏延，但是不管哪个魏延，可以确定的都是魏延很傲。吕布死之后，关羽看谁都是插标卖首，那关羽死之后，魏延就看谁都是插标卖首，且袁申还从昭烈帝那拿了个纸上谈兵的评价。魏延对袁申反正是看不上的，所以马谡和魏延相处也就是普通同事的做法，工作上碰到了也就点个头的事，话是说不上几句的。魏将军，马谡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来此处关心。魏延侧头看了马谡一眼，没回答马谡的问题，只是略微点头，算是同马谡打个招呼，然后又扭头东望。马谡一看魏延这样，心里就悬。